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我在这里先祷告哦，就是有被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大火影响到的朋友们，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平安哦。对，你没有听错，你若有看到最近这几天的新闻的话，就会发现到说，洛杉矶这边有很多城市，邻近城市呢，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大火在持续的蔓延哦，已经烧了大概有2到3天左右了。那最严重的这个情况呢，是在那个 Pacific Palisades 的这个城市哦，哇，那个烧的是非常非常严重哦，就是上万公顷的，基本上都被完完全全烧平哦，整条街啊，一大栋很多房子呢，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被烧成平地哦，非常非常的可怕哦。目前他们预估是大概有超过2000多栋这个建筑物被损毁哦，在好几个地方哦。我也希望说，如果你有被这个火灾这个大火影响到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都平安哦。那讲到这里呢，Elon 他自己这几天就有出来是说，你如果是有被这个大火影响到的朋友们呢，他们现在会免费提供 Starlink 的星链卫星网络给你使用哦。详细办法你可能要直接去联络他们。目前我在他们网站上头还没有看到实际怎么样去用到这服务，但是目前呢，他们Elon 也是已经说了，他会想办法把这个网络提供给大家使用。受到大火灾难的区域呢，甚至连手机讯号都没有，所以你想说，突然一下临时你有办法弄到星链的话，可以上网啊，跟家人报平安，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也希望说这次这个大火这件事情可以赶快解决哦。好，再来我们来聊电动车新闻吧。首先马自达，去年呢，马自达在中国那边呢发布了一台车，并且开始贩售他们的马自达的 EZ6。那 EZ6 这台车现阶段呢，目前只有在中国贩售，但是呢，马自达的总公司现在是说，他们会在今年开始呢，会进攻到欧洲，非常有可能年底或是明年的也有可能来到美国，但美国这一块不是很确定，目前是确定了欧洲这一块。那这个 EZ6 的这个车子呢是什么？它是一台轿车，跟特斯拉的 Model 3差不多大小。它是后轮驱动的，马力是258匹马力哦，它是可以坐5个人。它的规格是 68.8 kWh 的电池，而且是 LFP 的电池。CLTC 的数据是600公里哦，就大概在370英里左右，其实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好哦。详细的资讯呢，什么时候会到欧洲呢？它目前是今年夏天，所以在欧洲的朋友们，你搞不好可以去看看哦。从照片上看起来，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好，那马自达这边也有提到是说，因为再下来他们也要开始进攻电动车市场的关系呢，所以他们也要在日本设厂自己生产电池。但实际这个电池工厂什么时候会上线，会生产多少电池呢？目前还不是确定。但是马自达的说法是从2025年开始呢，他们就陆陆续续开始油电混合跟电动车都会出来，2027年会正式有自己的特别专属的电动车平台。再下来我们聊聊特斯拉的新闻哦。Elon 这几天呢，在 X 上头就有确认是说，特斯拉的内部员工已经有在测试无人驾驶版本的 FSD。现阶段呢，FSD 这个辅助全自动驾驶的软体呢，在 Model 3上头也好，或者 Model Y 上头也好，基本上呢都是要有人驾驶在那边监控的，英文叫它 FSD Supervised。那他们内部呢，Elon 有跟大家确认，他们有在测试，说是不需要人在监控的这个 FSD 版本，他们已经在测试了。所以你如果照这个时间轴来看的话，非常有可能今年年底无人驾驶的计程车 Robotaxi 呢，非常有可能就会问世哦。当然，通常 Elon 他自己的预估的时间可能都是太客观的。所以呢，非常有可能会到2026年我们才会看到。但是现阶段，如果 FSD 真的有在测试全无人驾驶版本的话，那说不定真的年底就可能可以看到 Robotaxi 了哦。那再下来就是今天最大的新闻，也就是换新版的 Model Y Juniper。昨天晚上呢，中国那边呢就有网友呢拍到照片，是特斯拉在测试新的 Model Y， 在雪地上测试哦。从照片里头来看呢，可以观察出来说，它好像是前面跟后面都多了一个非常明亮的灯条。照片上的观察来判断，这一台车应该是高性能版本在做测试哦。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观察，不是很确定嘛。那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价钱呢，应该会跟现阶段的 Model Y 差不多，应该不会太贵。中国那边已经开始生产了，什么时间会出来呢？不是很确定。但是基本上今年应该是绝对是会看到它。我们是非常希望说，可能这个月底可能就会有了。但是现在呢，并没有个明确的发布时间哦。那在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的网友呢，在那边又拍到一张照片是 Model Y 车内的状况，并且还有明显的拍到方向盘。那从他拍的照片来看呢，这个方向盘呢不是圆形的，比较偏向一个方正正的形状，有点像 Cybertruck 上头的方向盘哦。那从这个来判断，我们就在猜说，非常有可能新版的 Model Y 也可能是用 Steer by Wire System， 也就是线控的方向盘系统哦。那当然，这都是观察跟判断，并不是很确定啦。但是逻辑上来讲，你如果在 Cybertruck 上头已经有线控的这个方向盘系统的话，拿到 Model Y 上头，然后用同样方向盘的话，概率其实是非常高了。但是说不定也有可能特斯拉只是把这个方向盘形状改了一下而已，或者甚至有可能最后发布出来的产品还是用圆的方向盘。我说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网友有拍到一个就是类似 Cybertruck 的方向盘上头，所以从这里头我们就可能猜测说它也有可能是有一个线控系统在里头。为什么会这样猜？主要是因为线控系统呢不需要方向盘是圆的，你就比方说，很多这个现阶段开 Model S 跟 Model X 的朋友们就在抱怨说，那个Yoke 的方向盘呢，开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但是在 Cybertruck 上头呢，反而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非常有可能新的 Model Y 因为它的方向盘的形状改变了，它也有可能是使用线控系统，当然都是猜测。我们也很希望说特斯拉赶快把全新的换新版 Model Y 放出来，我自己都非常期待，甚至有一度想要订车哦。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看 YouTube 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下头留言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